牙医姐姐，危险！好身手，不愧是牙医。和你近距离作战，我果然还是没什么胜算。那你何必主动凑过来？毕竟我是发起偷袭的一方。决斗如果完全不讲公平，那就缺乏游戏性了。而且靠得越近，我越有把握一击必杀。非得这样吗 ，Brony？ 规则已经很明白了，不需要再重复一遍。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活下去，要怪就去怪把规则变成这样的年糕吧。啊，为什么怪上我啦？真的没有其他解决方案了吗？很遗憾，我也希望班长的牺牲可以不要白费，但结果如你所见。现在我们只能再牺牲一个人了。赫利亚的下场我们都看到了，我宁可在这场决斗里赌上性命，也不想被关在小房间里看一整天的天命年终汇报演出。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和你战斗。如果你一定要决出一个人留下，或许我们可以……打住！不管是替代战斗的方案、自我牺牲，还是剪刀石头布，我都不打算接受。在新年守护神的世界里，就应该用守护神的方式一决高下。可是，你不愿打吗，牙医？那这招怎么样？如果你不在这里和我分出胜负，那我就把牢房里的天命年终汇报演出录像带全都替换成牙医秘密训练精选集吧。那是什么？我也想问，为什么你会有那种东西？天命的监控系统对我来说并不复杂。怎么样，有战意了吗？糟了糟了，看牙医姐姐的样子，好像真的急了。天哪，你也说点什么阻止他们两个，别光只在提到秘密选集的时候出声呀！怎么说呢？我现在也开始纠结了。顺着布朗尼亚的意思和逆着他的意思，到底哪一种做法更有可能让他兑现诺言？问题不在这里吧？而且也不是诺言呀。Brony，事已至此，没办法了，只能依了你。求之不得，你终于愿意拿出真本事和我一较高下了，我非常欣慰。不过，因为着急和害羞而丧失理智的你，现在又还能有几成胜算？好快！抱歉，我只有这一招了。在你反应过来之前，用最快的速度出刀，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你兑现那个诺言。可别怨我。牙医姐姐，你都做了些什么？抱歉。就算是在梦里，你也不能把布朗尼亚姐姐给砍了。我明白我做了什么，我的心情比你更加沉重，年糕，但我无路可走，这是我们离开新年小镇的唯一方式。为了找到离开的路，我必须采取行动，哪怕是我最不愿意采取的行动。那可是布朗尼亚姐姐，真的没有其他解决方法了吗？我们不是还可以一起想办法吗？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新年庆典越来越近，事关梦境的安危。这里可是你的梦境，要是它出了问题，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想说，你是为了我才看到布朗尼亚姐姐的吗？才不对，我不想要这样，你不是我认识的牙医姐姐，我不需要你做这种事。我知道，就连你现在的反应，我也有所预料。即使如此，我还是会这样做。我已经考虑过了，正因这是令人痛心的选择，我才确信，我已经充分考虑过了。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毫无正义可言，靠着这样得到的生机，我甚至没有和你一起离开的资格。但至少，你还有机会回到光明里，年糕。光明，你到底在说什么呢？你看了布朗尼亚姐姐用这种手段换来的光明，
像真的有什么东西被启动了。是路，是离开小镇的路。年糕，衙役做到了，我们真的可以离开这里了。就算这样，只有我们能离开的话，我怎么可能接受？的确，至少也得把我一起带上啊。对呀，至少。接得好啊，Bronya。彼此彼此。